Nearly 7,000 millionaires moved to Dubai last year. By the kingdom's $1 trilli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to make Saudi Arabia the third largest AI power in the world. From royal palaces to billion-dollar dreams, Dubai's ruling family lives a life few can imagine. 大家今日可能會好羨慕中東一個啲錢係由地下自動噴出嚟嘅地方，但係其實唔夠100年前1930年嘅中東，財富呢兩個字係要揾命搏翻嚟嘅。當時波斯灣嘅命脈係珍珠，男人要喺50度嘅高溫之下忍受住水壓同埋有可能被鯊魚襲擊嘅危險，單靠一啖氣潛入深海尋找佢嘅財富。但係隨住日本喺1920年代成功研發人工養殖珍珠，呢份延續咗幾千年嘅產業一夜之間崩潰。當時嘅沙特國王窮到連幾萬美金都要向荷蘭銀行借錢嚟維持政府嘅運作。而喺內陸貝都因 Bedouin 遊牧部落依然過住隨水源而遷徙喺乾涸荒漠中掙扎生存嘅極限生活。當時嘅中東並冇乜嘢石油大亨，西方專家對呢度嘅普遍評價只有4隻字：地質廢墟。直到1938年，一個叫做 Max Steinert 嘅美國工程師，企喺烈日下，手入面拎住封叫佢撤資停手嘅電報。當時佢並唔知道自己嗰個堅持轉多1英里呢個動作，會徹底改寫呢片荒漠未來100年，甚至係成個人類文明嘅劇本。問題係點解呢片連專家都放棄嘅廢墟，最後會變成今日全球最強嘅印銀紙機呢？呢場豪賭背後究竟又係邊個喺度操盤？又點解偏偏喺珍珠業崩潰最絕望嘅呢一刻，石油會奇蹟咁爆出嚟呢？街坊們沖定杯咖啡，坐定定。今日我哋直衝中東黑金嘅起點，睇下呢班賭徒點樣喺地質廢墟入面，靠住佢哋集齊天時地利同埋嗰份搏老命嘅勇氣，先至成功開機揾到第一桶金。幾千年嚟，行經波斯，即係今日伊朗嘅女人，都會傳述一啲不可思議嘅見聞。喺荒涼嘅山區，佢哋見到一啲永恆之火，呢啲火由地底噴出嚟，無論風吹雨打都永遠唔會熄滅。喺古人眼中，呢啲係神蹟。波斯嘅拜火教 Zoroastrianism 甚至將呢啲火視為神聖嘅象徵。但係如果我哋用20世紀地質學家嘅眼光去睇，呢啲根本就唔係啲咩神蹟，而係一個龐大地下油庫嘅出氣口。佢暗示緊俾世界聽，地底有個好似坦克咁大嘅油庫，入面裝咗足以改寫人類文明嘅財富。結果人類用咗成幾千年時間，先至真正明白大自然到底想話俾我哋聽啲乜嘢。其實除咗火，地表仲有好多其他線索，例如喺美洲同中東，原油會自然滲出地面，形成一個個油池。所以話其實石油唔係啲咩新發現，而人類亦都蠢唔晒，慢慢知道呢種資源係可以用嘅。只不過當時我哋嘅攞法就非常之原始，主要係靠2個字：收集。今日主宰世界經濟嘅黑金，當年竟然好似阿媽洗衫咁，係靠用張氈浸入去黑媽媽嘅原油嗰度，再好似擰毛巾咁夾硬將啲油擰出嚟。當時呢啲油有咩用呢？主要係攞嚟做藥嘅，啲人會將佢搽喺皮膚度醫創傷，做止痛藥醫風濕。喺美國甚至有人將佢入樽改名做 Seneca Oil 嚟賣，直頭就係19世紀嘅萬金油。邊個會估到呢啲神油最後會變咗推動坦克同飛機嘅燃料？除咗做藥，喺中東嘅巴庫巴庫，古代人一早就識得用呢啲地表滲出嚟嘅黑膠，即係瀝青 bitumen 嚟做建築嘅水泥。喺波斯灣，當地人會用佢嚟做船隻嘅防水膠。但問題嚟啦，靠擰毛巾或者齋喺地表度刮呢啲瀝青，根本供不應求。去到1850年代，人類正正處於工業革命嘅大時代，擰毛巾又點可以餵得飽成個工業社會呢？加上當時未有電燈，大家如果想喺夜晚照亮個世界，最主流最高級嘅燃料就係鯨魚油。但係去到1850年代，因為過度捕殺，鯨魚都就快絕種啦，油價貴到得返少數極富有嘅人先至點得起燈。就喺呢種能源危機嘅壓力之下，人類開始諗啦，既然地表有油滲出嚟，有瀝青有火，地底會唔會有更多呢？既然我哋鑽鹽井可以鑽到鹽水，點解唔可以鑽到石油呢？但係邊個會估到
最後竟然係靠一個火車車長嚟將呢一種原本攞嚟查身嘅藥膏一手一腳變成咗人類文明嘅大動脈。歷史嘅轉捩點出現喺1859年，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喺嗰個年代，石油唔係財富，對於鑽鹽井嘅人嚟講，佢簡直就係一種災難，因為呢啲黑膠會整污糟晒啲鹽水。直到一個 Edward Drake 嘅人出現，佢當時被一間石油公司 Seneca Oil 選中咗去賓夕凡尼亞州鑽油。不過好笑嘅係 Edward 之所以被選中，竟然係因為佢以前做過火車車長。點解呢？因為公司認為佢有一張火車免費 pass， 派佢去可以慳翻一大筆交通費。就係因為呢張火車 pass， 就將 Edward Drake 呢個前車長推向咗歷史舞台。Drake 自己當然亦都有貢獻嘅，就係一個關鍵嘅技術套管 drive pipe。以前啲人鑽井鑽深少少，啲泥沙就會冧翻落嚟封住個井。Drake 就諗到，喂，不如先將鐵管打入地底保護個井口，再喺管入邊鑽。雖然理論上行得通，但係呢場實驗都非常之燒錢。背後嘅大股東最後都頂唔順，寄咗封信去地盤話：喂，我哋唔撐你啦，下令 Drake 要清晒啲債，即刻插棚走人。結果戲劇性嘅一幕就出現啦。如果你喺1859年8月26號去到 Drake 鑽緊油嘅呢個小鎮，你會見到成家人都喺度笑緊 Drake， 直情同佢整咗個迷因叫做 Drake's Folly， 就係話呢條傻佬係癲嘅，居然覺得咁樣鑿下鑿下會鑿到油出嚟。但係過2日去到8月28號，呢班笑佢嘅人就全部變晒佢嘅擁躉，因為喺8月27號，當佢個鑽到69.5尺深嘅時候，地底湧出咗黑金。而嗰封叫佢停手嘅公司信呢，竟然係喺佢鑽中咗石油之後嘅幾日先至寄到。Drake 嘅堅持同埋個天俾佢嘅運氣，跑贏咗嗰封攞命信。69.5尺呢個深度喺今日嚟講好淺，但係當年佢證明咗石油係可以大規模工業化咁提取出嚟。呢度呢，又有一個好多人都唔知嘅商業邏輯。其實石油產業嘅爆發係一個技術終於揾到原料嘅經典案例。早喺 Drake 鑽井前嘅10幾年，提煉煤油 kerosene 嘅技術其實喺實驗室已經準備好晒。煤油燃燒時光度高，安全又冇臭味，係點燈非常之好嘅原料。但係當時因為要由煤炭或者瀝青嗰度提煉，成本貴到冇人買得起。煤油技術就好似一部冇油行嘅法拉利，有技術但係冇適合嘅原料。Edward Drake 嘅出現就係幫呢部法拉利揾到咗無限嘅燃料。佢喺1859年夾硬鑽開咗個地殼，將沉睡咗幾億年，當時相對嚟講平到極點嘅原油釋放咗出嚟。當提煉技術遇上平價原料，呢部石油印銀紙機先至算係正式通電。人類嘅能源劇本喺呢一刻正式改寫，由一個實驗室入邊嘅 idea 變成咗掌控全球夜晚、取代鯨魚油嘅龐大產業。自從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嗰部印銀紙機開咗機之後，全世界資本大鱷都聞到味。但大家可能會問，點解西方班大鱷，尤其是英國佬，會首先揀中波斯，而唔係今日我哋熟悉嘅沙特呢？答案好簡單，因為波斯當年係最容易食到嘅 lowest hanging fruit。首先，幾千年嚟，我哋都講過啦，行經波斯山區嘅女人都見過永恆之火。古代人眼中係神蹟，但係喺20世紀地質學家眼中，呢啲就係地底發出嚟嘅最強信號。除咗火，仲有嗰啲周圍流緊黑麻麻嘅瀝青呢？尋金獵人見到地表都流成咁，地底究竟埋藏咗幾多財富呢？加上當時波斯灣嘅東岸係大英帝國通往印度嘅戰略命脈，英國喺嗰度一早就有晒情報網。而喺1900年代，中東同今日完全係兩個星球。當時嘅波斯係由卡扎爾王朝 Qajar Dynasty 統治。呢個王朝同我哋上集講嘅巴列維家族係完全唔同嘅兩個朝代。當時嘅卡扎爾王朝已經係行到去崩潰嘅邊緣，最高嘅統治者沙皇 The Shah 成日都窮到要將國內嘅資源特許權賣俾外國人，為嘅係自己換啲錢去歐洲旅行。而最後真正將呢啲零散因素串連埋一齊嘅係一張考古地圖。
1890年代嘅時候，法國考古學家 Jacques de Morgan 喺波斯考古，佢隨手畫低咗邊度見過呢啲永恆之火。呢幾張圖喺商人眼中簡直係一張藏寶圖。商人運用當時最前衛嘅背斜理論，呢個理論話，如果你地表見到有倒轉 U 型嘅岩石拱門結構，你就可以猜測下面可能鎖住石油。睇到呢度，你就會明白，對當時英國尋金獵人嚟講，去波斯鑽油簡直係天時地利人和都有齊啦，唔去就笨啦。呢個時候，1901年，男主角 William Knox Darcy 出場，佢係一個從未去過波斯嘅英國有錢佬，佢押上咗自己成副身家，喺非常之荒涼嘅扎格羅斯沙漠 Zagros Mountains 開機。當時英國佬帶去波斯嘅，其實就係由美國人發明嘅電纜鑽探技術 Cable Tooth Drilling。你哋可以想象一下，呢種技術唔係好似今日嘅電鑽咁鑽入去嘅，而係一個巨型嘅鑿，一個2噸重嘅鑽頭。呢隻2噸重嘅鑽頭就好似一隻鐵拳咁，由蒸汽機拉起跌落，不斷重複咁喺地底鑿。面對波斯堅硬嘅岩石，呢種夾硬嚟嘅撞擊方式非常之有效。不過問題嚟啦，鑽到咁深，個窿隨時會冧噶。呢個時候 Edwin Drake 發明嘅嗰套套管 drive pipe 就發揮咗關鍵作用。佢哋一路撞，一路將一條條鋼管打入地底做支撐，就好似幫個油井着咗副鐵甲咁，防止啲沙泥封翻住個井口。可以話英國佬係用美國人發明嘅鐵拳同埋鐵甲喺波斯嘅荒野進行咗一場史上最強嘅實戰測試。不過就算有最強嘅技術，面對住中東嘅大自然，呢班人依然都係執生執到喊。當時嗰度乜都冇，幾噸重嘅機件要靠驢仔同駱駝慢慢拉入山區，連冷卻步機嘅水都要由幾十公里外運入嚟。再加上當地嘅部落成日嚟搞事，簡直就係貼錢買難受。佢捱到去1905年嘅時候，淨係自己已經燒咗差唔多225000英鎊，當時簡直係天文數字啊！燒到自己都變咗窮光蛋，甚至差啲要將嗰份開採權合約平價賣俾法國嘅 Rothschild 家族。呢個家族嘅家族史又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歷史故事，得閒我哋都可以講下嘅。好啦，講翻轉頭，好彩去到最後關頭呢，蘇格蘭嘅 Burma Oil 緬甸石油出現，就好似一場及時雨咁注資同埋接管咗 Darcy 呢個項目。不過呢部波斯黑金噴泉就真係好難開機。緬甸石油接手咗之後，喺波斯又再燒多3年錢。去到1908年，連呢班財雄勢大嘅蘇格蘭大鱷都頂唔順啦，覺得喂，再燒落去公司都冧啊！呢班覺得自己可能被老襯咗嘅蘇格蘭董事，直接就發咗個電報，下令大家收工返英國。喺呢個生死關頭，Darcy喺當地嘅工程師 George Reynolds 收到電報之後，竟然選擇抗命。佢憑住一種幾乎瘋狂嘅直覺，決定唔理個指令，不如轉多幾日先啦。結果就係1908年5月26號凌晨4點，當個鑽撞到1180尺深嘅時候，一股黑金直接噴出地面。呢件事就係今日能源大佬 BP 英國石油嘅誕生起點。呢場豪賭英國人贏咗。雖然英國人揀咗最容易食嘅肥肉，但係有時命運就真係估佢唔到嘅。當英國專家睇住波斯嘅山脈，意氣風發咁話隔離嗰片平坦嘅沙特沙漠係地質廢墟，甚至話喺嗰度揾油簡直係浪費時間嘅時候，歷史正喺度醞釀住一場大逆轉。去到1930年代，當英國佬守住波斯呢部印銀紙機嘅時候，一班被佢哋睇唔起，喺沙漠行到鞋都穿嘅美國冒險家，竟然喺最絕望嘅時候敲開咗沙特皇室嘅大門。究竟呢班美國人係點樣喺英國佬睇漏眼嘅地方揾到全球最勁嘅印銀紙機呢？當年喺石油呢場賭局入邊，全世界都覺得美國人輸硬噶啦。點解佢哋最後會贏？就要由一張變咗廢紙嘅門票講起。喺我哋講沙特點樣爆大冷之前，等我哋一齊先搞清楚當時中東嘅勢力分佈。今日睇地圖會見到阿聯酋、卡塔爾呢啲超搭水嘅國家，但係30年代呢啲國家根本仲未正式存在。當時中東係有一個歐洲瓜分嘅大餅，最強大嘅勢力當然係英國佬啦，直接控制住埃及、伊拉克、約旦同埋巴勒斯坦。
至於今日嘅阿聯酋、巴林同埋卡塔爾呢，其實都係英國嘅保護國，名義上係由當地酋長管，但係外交同軍事就交晒俾英國。而法國佬嘅地盤就係控制住北面嘅敘利亞同埋黎巴嫩，唯一嘅邊緣人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當時係少數真正獨立，但係亦都係最窮、最冇人理嘅國家。可以話當時中東嘅權力核心唔係喺今日嘅杜拜或者利雅得，而係喺英國控制嘅德黑蘭同埋巴格達。喺英國人嘅眼中，石油係屬於文明世界嘅，而沙特嗰片沙漠內陸就只係一片連路都冇得游牧民族行嚟行去嘅地質廢墟。所以大家就會明白點解美國冒險家會去沙特，因為最易食嗰份 low hanging fruit 一早俾英國同法國摘晒啦。美國呢個後來者如果想加入，唯一嘅機會就係去中東最窮、最冇人睇好、連英國佬都唔想要嘅廢墟嗰度搏一鋪。而喺嗰個30年代，當時沙特揾錢嘅其實係另一個行業，就係珍珠。當時波斯灣嘅男性喺每年夏天都要揾命搏，乜嘢裝備都冇，去潛入幾十尺嘅海底揾天然珍珠。呢個產業養活咗幾代嘅沙特人，係成個國家嘅唯一經濟命脈。不過好景不常，1920年代日本嘅 Mikimoto 發明咗人造養殖珍珠嘅技術，呢個對沙特嚟講簡直就係斷佢米路嘅打擊。去到20年代中，日本珍珠開始湧入倫敦同巴黎嘅珠寶市場。當時嘅珍珠商一夜之間就發現，以前淨係有皇室先至買得起嘅嘢，而家日本仔竟然可以大規模咁印出嚟，而且肉眼根本分唔出。呢種心理恐懼令到天然珍珠嘅日價即時蒸發晒。最後補多一刀嘅就係1929年嘅全球大蕭條。以前買天然珍珠嘅美國同歐洲富豪，大蕭條令到佢哋全部都變晒窮 L， 市場需求直接歸零。沙特嘅財主人以前可以靠借貸度日，等收成翻嚟就還錢。去到30年代，銀行唔再借錢，珍珠又賣唔出，成個社會嘅現金流完全枯竭。可以話一夜之間，沙特經濟直接收皮。當時國王面對嘅係一場死局，窮到幾萬美金都要向荷蘭銀行借，國家面臨破產，甚至開始出現饑荒。就喺呢種絕望嘅時刻，1933年美國人嚟到，呢班人係嚟自加州標準石油 SoCal， 即係今日嘅 Chevron。但係正確地嚟講，美國人唔係先嚟呢個地方嘅。喺佢哋嚟到之前呢，早有一個英國佬叫做 Major Frank Holmes 已經喺呢一度打滾咗好多年啦。沙特人都叫佢做白酋長。佢喺1923年已經攞到咗沙特俾佢嘅一個小型經營權，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中介啫，手上係冇錢嘅。於是佢第一時間就將手上嘅特許經營權攞去揾當時英國最強嘅公司 Anglo-Persian， 亦即係今日嘅 BP。點知嗰班英國專家睇完之後好藐視咁話，喺沙特揾石油，你不如去月球揾水。英國佬唔肯接貨，呢個白酋長最終就因為交唔起續約費斷供，份約喺1928年直接俾國王廢咗。呢張原本可以令英國佬統治成個石油界嘅門票，就咁變咗一張廢紙。而5年之後，美國人就入場執咗個死雞，佢哋反而覺得既然隔離有火有油，呢度可能都會有噃。去到呢度，我哋就要介紹另一位人物 Max Steinach。頭先講過，當時代表美國入場嘅係加州標準石油 SoCal。對於 SoCal 嚟講，呢個唔係咩地緣政治，只不過係一場純粹嘅商業風險投資。1934年 SoCal 嘅首席地質學家 Max Steinach 抵達沙特。Steinach 唔係嗰種坐喺冷氣房睇報告嘅經理。佢係一個會自己喺50度高溫之下行到鞋都穿，親手去摸每一嚿石頭嘅人。但係要喺呢片廢墟開機，難度比頭先講嘅波斯仲要高出10倍。喺攝氏50度嘅沙漠入邊， Steinach 對住一片平坦到乜都冇嘅地層，帶住佢嘅鐵拳工具轉啊轉，一口兩口三口井，全部都係乾嘅。去到1938年1月，遠喺三藩市 SoCal 總部嘅董事會都已經徹底冇晒耐性，發出咗最後通牒，就係叫佢哋撤資走人止蝕。但係 Steinach 喺絕望入面見到咗一條生路，佢就覺得之前轉唔到，應該係因為我哋轉得唔夠深。佢引入咗一種當時極之新穎嘅技術，叫做構造鑽探 （structure drilling）。佢唔係盲目咁轉，而係先轉落去幾百尺，
鑽一啲好細嘅觀察孔攞樣本，去精密咁畫出地底深處嗰啲巨大嘅倒轉 U 型地質結構。呢個就係傳說中嘅 Diamond Dome 達曼穹窿。Steinach 用佢嘅專業同埋近乎瘋狂嘅直覺，頂住總部撤資嘅壓力，要求鑽埋最後一口井 Number 7。1938年3月3號，呢個日子永遠改寫咗沙特嘅命運。當佢轉到4727尺嘅時候，記住啊，之前喺伊朗只係轉到1000零尺就已經揾到油啦，呢度去到4000幾尺，地底突然傳嚟咗一聲巨響，隨即大家見到嘅就係一股黑金直接衝破咗井口，噴向半空。呢口井一開就可以每日產出1600桶原油，而且越噴越多，幾日之後產量已經飆升到去4000桶。呢個 Lucky Number 7唔單止救咗 Max Steinach 嘅職業生涯，仲將原本窮到窿要借錢度日嘅沙特皇室由破產邊緣直接推上咗全球權力嘅巔峰。仲有嘅就係呢口井嘅噴發，標誌住大英帝國喺中東嘅壟斷時代正式結束，而美國同沙特之間長達1個世紀嘅特殊關係，亦都係喺呢片荒漠嘅黑煙之中正式誕生。好啦，等我哋翻嚟睇翻呢條跨越80年嘅時間線。每一次嘅大跳躍，其實都係由一場抗命開始。1859年，美國火車車長 Edwin Drake 用執行力跑贏咗命運嘅宣判，喺死線順寄到之前，敲開咗財富嘅大門。1908年，波斯山脈入邊嘅 George Reynolds 收到電報叫佢撤退，佢就選擇抗命，結果喺1180尺地底之下擊出咗石油。1938年，沙特 Max Steinach 被總部要求掹插蘇，佢自己就拍板話轉深啲，最後喺4727尺地底之中擊出咗石油。呢班人當初全部都被視為瘋狂嘅冒險家，但佢哋之所以成功，係因為喺所有人，甚至喺所謂嘅權威專家都叫佢哋認輸嘅時候，佢哋選擇相信佢哋心中嘅數據，再堅持轉多幾百尺，甚至係幾千尺。歷史往往就係咁。當全世界都覺得嗰度係廢墟嘅時候，只有肯承擔風險嘅人先至會見到黃金。正如商業界嘅鐵定規律 ，risk and reward are always proportional， 風險同回報永遠都係成正比嘅。講到呢度，我哋可以又再玩一次平行時空問題啦。假如當年 Edwin Drake 聽咗老細話準時收工，又或者 George Reynolds 乖乖地拆開個封叫佢停手嘅電報，跟住做呢？喺嗰個時空入邊，石油可能依然只係藥劑師用嚟搽皮膚嘅萬金油。又假如我哋翻返去1930年代嘅利雅得 Riyadh， 想象一下當時嘅沙特國王 Bin Saud， 喺佢面前其實有兩條完全唔同嘅路線。第一個平行時空就係，若果國王選擇守住絕對嘅主權，拒絕同任何嘅外國大鱷合作，喺當時嘅技術條件之下，地底4000尺咁深嘅石油依然會係一堆寂靜嘅石頭。沙特繼續會嘗試依靠珍珠貿易，但係現實係日本嘅人工珍珠已經令呢個產業崩潰。如果呢個劇本發生，當時嘅沙特要點樣先至可以養活佢哋嘅子民呢？第二個平行時空就係我哋今日身處嘅現實。一個極度缺錢嘅國王喺佢眼中嗰份授權書唔係乜嘢未來嘅押注，而係一筆可以買糧食救災攞嚟養活子民嘅救命錢。佢將呢片冇人要嘅廢墟租出去，純粹係為咗喺絕望入面換取一線生機。喺呢場歷史嘅大戲入面，每一方其實都係喺當時有限嘅資訊入面做咗對自己最有利嘅決策。企喺我哋今日2020年，當然望翻轉頭 ，hindsight is 2020， 好容易用掠奪去形容呢一段歷史，會話：哎呀，你睇當年如果係由中東人自己慢慢開發，肯定會比今日好啦。但係問題係，當年嘅中東根本就冇呢種工業嘅基礎。如果沙特國王當時選擇等待，佢等緊嘅未必係自主開發嘅時機，而係一個國家嘅完全崩潰。今日我哋睇翻，可能最清醒嘅其實係中東人自己。你睇下今日嘅沙特或者阿聯酋，佢哋好似並冇將過去石油嘅歷史視為恥辱，反而係積極咁利用當年一路落嚟累積落嚟嘅石油資本，去買入全球最頂尖嘅嘢。$100 billion in backing. $500 billion project is part of 體育、科技、AI 產業等等。
1938年嘅行動，除咗睇佢係一個強國對弱國嘅霸凌，其實亦都可以睇到一個絕望中嘅國王同一班技術高超嘅冒險者，佢哋一齊寫咗一個將沙石變黃金嘅劇本。或者我哋可以學到一件事：命運係掌握喺識得衡量風險而且敢於決策嘅人手入面。歷史奇妙之處就係佢冇得返轉頭，但係佢留低好多線索俾我哋去思考。究竟係先追求新科技先至創造到財富啊，定係因為想追求財富先至引領到新科技嘅創新呢？呢兩樣嘢其實就好似雞同蛋一樣，係一個不斷自我餵養嘅循環，根本就分唔開。你睇翻啦，如果唔係因為想揾錢， Edwin Drake 可能唔會走去發明咗套管， Max Steinle 亦都唔會去用到呢一個構造鑽探。但係同時，亦都係因為呢啲技術嘅成功，開咗部機，創造咗驚人嘅財富。呢啲錢又可以再投入去研發更瘋狂、更加尖端嘅科技。財富可以話係技術嘅燃料，而技術就係財富嘅引擎。今日我哋見到中東大國積極投資 AI 啊、綠色能源，甚至想喺沙特起一座未來城。呢種對新科技嘅渴求，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呢啲咪叫做有錢就任性咯。但係若果你用翻當年90年前國王嘅心態，你可能會諗到嘅係呢種對新技術嘅渴求，其實同當年嘅國王簽落救命支票嘅心態係一模一樣嘅。當年國王係因為珍珠業崩潰，不得不揾外人入嚟鑽井，去搏一個生存嘅機會。同樣今日佢哋預見到石油時代終有一日會完嘅，就不得不揾 AI 同埋新科技，想嘅係去搏下一個世代嘅入場券。到咗今日，無論石油時代係咪即將結束，道理都係一樣嘅啫。中東人唔需要西方人嘅同情或者反思，佢哋需要嘅係再次好似當年咁有膽識作出決策，喺沙漠街頭寫出屬於佢哋自己符合佢哋利益嘅下一個劇本。歷史呢家嘢好多時就係咁噶啦。今日睇翻轉頭 ，hindsight is 2020。覺得發現石油肯定係必然㗎啦，但係100年前呢班冒險家同工程師，其實當時係企喺絕望嘅邊緣，用最後嘅一啖氣去搏一個可能性嘅啫。如果當年佢哋任何人退後咗一步，今日嘅地緣政治、今日嘅財富分配，甚至係你同我今日用緊嘅塑膠同埋能源，會變成一個點樣嘅劇本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好啦，呢集咧就講到呢度啦。喜歡呢啲內容嘅你哋咧，都係嗰句啦，希望你哋能夠用自己範圍以內嘅能力去支持嗰條街。好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